爆了爆了！叉七和雪碧的第一场赛后，哥哥和 Poloson 激烈讨论。没有，你一个套子都没给过我。这两个比有点坏。那你得站左边我才能给你套子，你站右边我怎么给你套子啊？你跟什么单跳我也要给你套子吗？那怎么玩？我们没跟他单跳啊，那个滚滚不是一直跳我吗？滚滚在跳舞啊，还有自己看吧。我们来单独分析一下这条线的对线情况。开局一级团虽然有接触，但没有打起来。上路4人上线时，除了沉默掉了点血量，对双方的状态和技能加点几乎没有影响。在这样比较正常的上线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双方英雄技能之间的互动关系。亚巴顿1级套子持续时间和 CD 都是12秒，120的伤害护盾有驱散效果，刚好可以驱散沉默的一技能奥数诅咒。奥数诅咒 CD 22秒，总伤害116，在 debuff 持续时间内放技能会再加2秒，所以蝙蝠没学蝶游学的2技能也没有问题。二段跳命时的滚滚有 30% 到40% 的伤害护盾增加，我们就取中间值 35% 好了。1级甲盾冲击伤害95，每个英雄提供护盾68 ，CD 18秒。蝙蝠骑士的烈焰破击总伤害只有75，但是有一个让敌方位移的效果。那么在1级时，双方的走位和技能释放上就有3个博弈点。1. 沉默和滚滚的技能具有 AOE 效果，亚巴顿和蝙蝠需要尽量避免被同时打到，亚巴顿需要在兵线上补刀，那么对这个走位的控制绝大部分都只能由蝙蝠来操作。2. 由于滚滚会在兵线上使用甲盾冲击，在补刀的同时去消耗亚巴顿，所以亚巴顿也需要给自己套子来和滚滚打消耗，不能一直把套子留给蝙蝠。但好在无光之盾的 CD 更快一点，不过现版本 CD 和持续时间都是12秒，没办法卡 CD 提前释放。3. 沉默的技能虽然可以被无光之盾驱散，但也可以通过同时 C 2个人，或者先由滚滚逼出了亚巴顿的技能卡套子 CD 释放。这个对线叉技双人组想要的画面应该是蝙蝠一个人打出滚滚和沉默的技能，然后亚巴顿给他套子反打，而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攻击力和攻击距离都不如沉默的蝙蝠骑士，该如何打出对面2人的技能？对面的2人也是职业选手，在看不到亚巴顿套子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交出技能的。也正如 AIME 所说，蝙蝠和沉默单挑，把套子给他，自己就会被滚滚压制消耗，所以这个套子真的给不了。那么这个对线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让我们进入比赛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兵线交汇前，蝙蝠找到了沉默的位置 ，A 了一下之后，看到自己跟兵线的距离太过脱节，直接后退了，开幕雷击呀！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蝙蝠依靠树林阴影成功贴脸沉默，沉默的攻击距离优势不复存在，加上沉默上线前本就血量不满，我们也可以看到沉默是头也不回的就跑了。这里如果蝙蝠继续追击，就能消耗沉默更多的血量，而滚滚也会回头帮沉默。当他们交出技能，蝙蝠再回头找亚巴顿领套子，这时无论是选择原地反打，还是直接撤退，在消耗或者保护大哥补刀上都占据了上风。而蝙蝠第一时间没有选择追击，给了沉默拉开距离的机会。等他消耗滚滚时，沉默开始依靠射程优势点他，而他再一次想要利用树林阴影靠近时，虽然刚好躲掉了滚滚的甲盾冲击，但是沉默没有给他机会，直接后退。这时他就来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眼看 A 不到沉默，又要被带着护盾的滚滚追击，沉默 C 还没有放过，于是只能从原路撤退。然后他又想出来打沉默，但距离依然不够。同时 AME 看到滚滚想反补远程兵，给自己加了套子，想上来补刀压制，但是刚好被沉默和滚滚同时平 A 反补。沉默抓住机会，同时 C 到2人，亚巴顿这里其实可以再追一下，至少把套子的伤害打出来，但可能是因为对滚滚技能 CD 把握不好，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到2学被动，还不是压制消耗的强势期，所以选择了后撤补刀。这波消耗虽然算是5-5开，4个人都没怎么掉血，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蝙蝠因为英雄劣势的畏手畏脚，这一整波消耗中他甚至都没放过技能。其实刚刚沉默在树林碰面的时候就可以放了，逼迫沉默滚滚对他2打1放技能，达到他们想要的对线画面。后续几波 A 不到沉默的时候也可以放，能把沉默弹回来多追加几次普攻，或者强行打消耗，再弹开敌人保命。只要逼出对面的技能，让亚巴顿把自己保下来就是赚的。甚至对自己的操作反应有自信的话，还可以利用对敌位移效果来打断滚滚的甲盾冲击，尤其是2段跳会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更久，更容易打断。比较经典的就是中路滚滚打推撞之痕帕克，
之后蝙蝠又想消耗滚滚，风盔阁向左一个小走位勾引身位，插界两人又被同时挂上奥数诅咒，亚巴顿把套子给了自己，蝙蝠也感觉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1分35终于直接动手了沉默，拥有了被动的亚巴顿也直接冲塔击杀了沉默，但显然在前几个机会没有抓住的情况下，这个画面来的稍微有点晚了。接着两人继续消耗追击滚滚，击杀未果，又被踢下来的沉默 C 到两人，回到去拉小野，习惯性的只拉3个肖兵，很熟练，但是马上3分钟了，这个兵线莲花要丢了。如果直接拉4个兵，让敌方兵线进塔，这波兵消完野回来，可能就有线权来争夺莲花了。同时一些走位的小细节不好，给了敌方太多消耗的机会，也让他的血量岌岌可危。亚巴顿不得已提前交盾，沉默立刻跟上2连，虽然这里运气好没死，但是也丧失战斗力了。接下来想拉野的动作也被沉默直接逮捕。打到这里，蝙蝠的对线效果已经很差了，沉默不给消耗机会，打滚滚又会被拉身位，给沉默 C 2个。蝙蝠在线上除了挨打就是送魔棒了。赛后讨论中 ，Polo 松所诉求的给他套子。从 AME 的视角来看，因为蝙蝠的走位问题，导致两人一起吃技能，套子确实给不了蝙蝠。而他所给出的站左边的意见，其实也没什么用。蝙蝠站在左边，沉默也会去站在右边，结果还是一样的。重要的是需要抓住沉默走位不好的机会，来对其形成击杀，来打破蝙蝠对线沉默的英雄劣势。所有的复盘虽然都属于马后炮，但对线是一局比赛中最需要注重细节的部分。对线期的蝴蝶效应不可估量，但两个人的位置不同，各自的需求和想法都不同，出现细节上的分歧非常正常。但更需要他们做的是，产生分歧之后能解决问题，从底层逻辑上去分析对线，优化对线，理解各自对线时的需求，这样才能产生化学反应，在对线期能打出应有的效果。